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注定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家电。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这方面投入。但是有一说一，好的电器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痛点，但也有一些小家电却是打着高科技的口号来收割智商税的。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投入的小家电，劝你别再傻乎乎的搬回家了。1. 豆浆机。当养生突然成为一种趋势时，豆浆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销品。很多人想着自己榨的豆浆自然要比那些添加大量糖和添加剂的豆浆喝着健康，于是纷纷跟风购买。然而用过之后才发现很鸡肋，远远没有想着中那么好用。豆浆研磨得比较粗糙，口感差也就算了，关键是豆子稍微多点，还容易外溢糊底。另外，豆浆机太难清洁，这也是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豆浆机也逐渐跌下神坛，几乎成为家庭闲置率较高的小家电之一。网友@61妈妈，豆浆机功能太单一了，用它打玉米汁根本不行，太差了。打豆浆也是粗不粗、细不细的，过滤麻烦不说，拉嗓子还不香，堪比垃圾中的战斗机。网友家乐乖乖，避雷某阳豆浆机，入手发现真的很一般，豆浆粗糙，必须用过滤网过滤，没有破壁机打出来的香醇，研磨时的噪音还比较大。虽然标注的功能比较多，但基本没啥区别，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自动清洗也形同虚设，根本洗不干净。2. 低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号称是一款脱糖减肥利器，依靠健康养生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一大批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的芳心。有人说它是黑科技，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那真相到底如何？这种电饭煲真能蒸出低糖饭吗？其实，所谓的低糖电饭煲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过滤掉部分淀粉来达到减糖的目的。但是，通过降低米饭含糖量就能降血糖？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说白了，这完全是偷换概念，就是妥妥的智商税。网友炒麦粉，家人们别再去当冤大头了，这玩意就是智商税，没有用。虽然去掉一部分淀粉，但摄入总量也提高了，最终摄入的热量没有区别。网友小牛，过滤掉米汤，少了淀粉，也少了其他营养素，长期食用低糖米饭可能会导致维生素的缺失。想减肥健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小米、荞麦、燕麦等粗粮代替大米，达到控糖的目的。3. 榨汁机。市面上的鲜榨果汁一杯就要10几块，甚至是几十块钱，价格真的太贵了。于是很多朋友想着还不如自己买一台榨汁机划算，想喝什么就自己榨什么。但等到真正入手时，才发现使用率太低了。原本洗完水果就可以直接吃，现在还要削皮切水果，然后再榨汁，结束后清洗也是相当麻烦。榨汁机里面所有的零件都要一一拆开清洗，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网友爱尔兰咖啡，家用榨汁机没想象中那么好，想买的千万要冷静，剥皮太麻烦，有那个时间我都能再吃3个橙了。另外，用它榨成汁起泡沫不说，而且果渣太多了，特别像别人在嘴里嚼成泥又吐了出来。网友史努比的生活听劝，别买榨汁机，鸡肋没用的东西，要吃水果就直接吃，方便又健康。榨汁破坏了水果纤维，让糖更容易吸收，反而容易长胖升血糖。4. 除螨仪。现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各类除螨仪的宣传铺天盖地，又是紫外线，又是热风，又是拍打的，都是号称可以达到99%的除螨率。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小孩对尘螨过敏，花了快2000块买了个除螨仪，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这玩意真有他们说的那么神吗？直接说结论吧，大多数的功能其实都是对螨虫无效的。曾经有专业人士做过实验，除螨效果与吸力大小相关，而与紫外线、热风、拍打都无关。说白了，就是大功率的吸尘器比除螨仪效果更好。所以说，如果你花大价钱买个各种乱七八糟功能的除螨仪，那么恭喜你，大概率是被坑了。网友不过敏的老魏，虽然会得罪一些品牌方，但我还是要说实话，买个吸尘器，再买个除螨头，效果远远比大牌除螨仪实用多了，别再多花冤枉钱了。网友月月不绕弯，除螨仪妥妥的智商税，我用了半年了，简直无语的地步。吸尘功能太差了，头发和黑色灰尘颗粒这些完全吸不走，每次还要手动清理一遍，靠它拍打和紫外线完全杀不死尘螨，反而到处飞起，既没效果，浪费时间，还费腰。5. 折叠洗衣机。折叠洗衣机也叫迷你折叠洗衣机，卖点是可折叠，好收纳，不占地儿，号称是懒人必备。但事实上，买过的人基本都后悔了，因为用着太鸡肋了。
首先就是容量太小，只能清洗部分内衣和几双袜子，想稍微大点的衣物都是奢求。其次，清洗能力也不够好，说白了就是揉搓力度也太小了，连番茄汁和酱油这种污渍都洗不掉。另外，这种塑料的设计导致见水后按键还常常失灵，还有漏电的风险。网友性感奥利夫折叠式洗衣机不要被懒人福音迷惑，需要手动加水，排水太慢，内部还容易挂污垢。洗袜子5双封顶多了转不动，每洗一遍还要手动拧水，真不如手洗方便。关键是它竟然还洗不干净，200-300的废物说的就是它。网友小摩的买之前鬼迷心窍的觉得会很方便，用过几次就发现很鸡肋。盖子松洗的时候水会溅出来，而且全程要自己加水、换水、排水，超级麻烦，甩干也甩不干，几百块的东西懒得退了，就当交了智商税了。6.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烘干晾衣架其实就是打个高科技口号，收割智商税的产品，不接受反驳。电动晾衣架与老式的传统晾衣架相比，不仅有基础照明，还能电动升降功能，确实很实用。但是那种多功能于一身的电动晾衣架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什么紫外线杀菌、热风烘干的，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烘干效果差不说，而且还特别的费电，还不如挂在阳台上风干效果好。这种鸡肋体验并不是我个人观点，而且无数人踩坑的经验教训，动辄3-4千的售价，依靠它来烘干，还不如投资一台单独的烘干机呢。网友爱吃汉堡的安琪拉电动晾衣架，烘干功能真的是智商税。买之前想着下雨天有烘干功能能挺好，安装之后才知道根本没有，吹出来的风还没吹风机热，想吹干衣服等猴年马月了。网友毛毛的家电动晾衣架，别买什么烘干杀菌的，这些鸡肋功能都是为了加钱设计的。我家也买了，花了3000多大洋，啥紫外线消毒、烘干都是骗人的，效果形同虚设。结语在这里也想奉劝这些小家电厂商，打着高科技的口号却收割智商税的产品，终究是走不远。当消费者意识到被骗后，损失的不仅是口碑，最重要的还有诚信。不可否认，想要做出一餐美味的佳肴，注定离不开一口好的锅具。正因如此，很多家庭在厨房锅具上都很舍得投入，我家就是如此。平时和爱人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但却独对厨房的锅具十分钟爱。这些年买过和用过的厨房锅具数不胜数，有些是被颜值种草，有些是被营销噱头买的单，但使用过才发现，有些锅具真的不值得投入，不仅是价格贵，而且是又难伺候又难用。本期小东就结合自家的使用经验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买的锅具，避免大家花冤枉钱。1. 蜂窝不粘锅，不建议买。这种网红蜂窝不粘锅真的是太坑了。我觉得发明这种锅具的厂家心眼比锅具上的蜂窝还多。都知道传统不粘锅多数都是带涂层的，最怕的就是高温和坚硬物，一旦涂层破损，基本就不能用了。看到商家介绍说蜂窝不粘锅无涂层，炒啥都不会粘，而且没有传统不粘锅那么娇贵，于是花了比其他不粘锅1倍的价格买回家。等用过一段时间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粘锅那是不存在的。平时炒个鸡蛋、煎个豆腐啥的，那是少放一点油都不行。如果是煎个鱼，那粘锅现象更是惨不忍睹，鱼皮基本都在锅底粘着呢。此外，这种锅具分量还不轻，女孩子用起来会比较吃力。对于炒菜锅来使用的话，真心不推荐。2. 麦饭石锅，不建议买。麦饭石在我的认知里，它应该是一种天然的矿物石，所以购买它的原因也很简单，就觉得它应该是无毒无害，用着健康。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被商家大力宣传的养生锅，其实跟麦饭石是一点关系没有。说到底，它不过就是一口铝锅，被喷上了一层麦饭石的花色而已。你以为花大价钱买回家的是无毒无害的石头锅，实际上就是铝合金加上一层特氟龙涂层，本质上还是不粘锅的一种。所以用过才发现，不粘锅的缺点也全被它继承下来，涂层该脱落还是脱落，糊锅糊底的现象还是存在，而且这种特氟龙涂层还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不推荐大家购买。3. 鹅卵石锅，不建议买。毫无夸张地说，鹅卵石锅真的可谓是厨房的颜值担当。光滑的陶瓷面，淡黄的配色，一眼看上去犹如一颗大的鹅卵石一样漂亮。相信很多人都是冲着它的高颜值买的单，当然了，我家也不例外。但真正使用过才发现，它是中看不中用。借用我爱人的一句话形容，就是美丽的废物得供起来用。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作为炒菜锅使用，它既不能猛火爆炒，也不能干烧，所以使用的局限性很大。就算用它偶尔炒个青菜，还会因为起锅时烫着手，
另外，最无法忍受的还是这种锅具真的太容易脏，锅体下发黄发黑也就算了，连里面都是变黄的，维护保养太难了。如果你不想买回来给自己添堵，奉劝你别买。4. 雪平锅不建议买。雪平锅又是一款被各大美食博主带火的网红锅具，被一群有利益瓜葛的人群说成是万能锅，更是有一锅到底的称号，说什么用它煎、炒、煮、炸，样样都行，拿它煮面连碗都省了，让你感觉家里不买它真的好像吃亏了一样。但实话实说，这种锅的特别就是轻薄，导热快，把它作为一个不锈钢的煮锅还是不错的，煮个面、热个牛奶啥的确实不在话下。但反过来说，它的优势也同样是它的缺点。如果你用它煎东西、炒菜，就会让你大失所望，因为锅底太薄，经常是上层食物还没熟呢，下面已经粘锅了，而且特别不经用，不耐烧，变色发黑，不好清洗，也是真实情况。另外，被大家诟病的还有它的木质手柄，不是松动脱落，就是烧坏、开裂。300来块的锅具，还不如几十块的奶锅实用呢。5. 珐琅锅不建议买。什么是珐琅锅？其实珐琅锅也被叫做珐琅铸铁锅，从名字上就不难发现，它其实就是铸铁锅加了珐琅涂层，外观看起来和我们国内的砂锅很相近。很多人买它的理由，无非是因为它的高颜值以及很好的保温和密封性。但说实话，我真心不觉得它好用。虽说它可以适应各种热源，甚至是明火煎、炸、炖、煮、烤都难不倒它，可是它致命的缺点就是太重了。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22厘米口径的，自身净重竟然接近10斤。如果再盛满食物的话，给家里的老人和女性使用，两只手端都会比较吃力。就这一个弊端，就让我对它很难产生好感，更别说还有锅底不好清洁、易被熏黑的这种通病了。所以真心不推荐大家买。6. 玻璃锅不建议买。与其他锅具相比，玻璃锅优势是全身透明，颜值颇高，特别是喜欢美食的人群，对它很难拒绝。因为在做饭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食材在锅子中的变化，会让人感觉很治愈、很满足。没错，我爱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入手的。但一段时间使用下来，发现它的弊端也真是不少。比如说，玻璃面的材质怕磕怕碰是免不了的，因此用的时候也要加倍小心。另外，玻璃锅缺点和雪平锅有些类似，就是导热性快，所以在烹饪的时候要随时搅拌和翻炒，一旦慢了或者没看住，就会出现食物粘锅的现象。还有不好清洗也是它的通病，因为玻璃材质相对娇气，既不能用钢丝球，也不能用硬物。说白了，想把它清洗得很彻底，往往很难做到。此外，这种玻璃锅虽说都耐高温，但多多少少还是担心它会突然炸裂。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安全顾虑，还是建议能不买就不买。结语，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出来反驳我说，这个锅具不建议买，那个锅具不推荐用，那是不是没有锅能用了？实际上，就我用过的经验来说，常用好用的锅就那么几口。比如说，传统的铁锅在我家的地位就从来没被撼动过，无论是铸铁锅也好，还是熟铁锅也罢，都是皮实耐造，保养好了，用着也特省心。其次就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砂锅，不仅价格便宜，而且重量又轻，煲汤炖肉样样都行，比起珐琅锅更适合国人使用。另外，电压力锅也是必须要有的，如果喜欢吃面食，还可以入手一个蒸锅，对于一般家庭基本就够用了。除此之外，真没必要花冤枉钱买一堆可有可无的锅具，使用率低不说，还堆在角落里吃灰占地方。说实话，写这篇家电避坑的文章也琢磨了很久，主要是觉得讲真话可能会得罪一批家电厂商，作为家装博主总归是不利的。但是看到无数粉丝踩坑，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还是忍不住发出来。本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经验以及网友真实反馈，给大家总结了6种不建议买的家电，帮助大家避坑。1. 不买激光电视，不管预算多高，都不建议买大屏激光电视。倒不是说它一无是处，而是觉得不值得投入。首先，从价格方面来看，性价比就不高。100寸的激光电视，市场售价普遍在2-3万左右。如果是100寸的投影仪，买个品牌货，不过才4-5千块。而98寸的液晶电视，价格也跌至1.5万。另外，就观影效果上来看，更是拉胯，亮度低，抗光性差是个不争的事实，还被某些厂商营销说成是护眼。而且几万块的产品还不是 4K 的分辨率，真是妥妥的智商税。网友肥仔反馈，我家100寸的抗光硬屏，4000的流明参数，钱没少花，但白天有太阳光的时候基本不能看，光线暗的时候效果还勉强接受。劝大家一句，
不习惯白天拉窗帘的，还是乖乖的买液晶电视吧。2. 不买大屏冰箱，就是那种带一块显示大屏的。所谓的智能冰箱，美其名曰是高科技，又能听歌、看电影，还能找菜谱，提供天气预报，功能真的五花八门，多到你无法拒绝。但用过之后没几个不后悔的。硬植入的软件既不能升级，又不能卸载，黑屏卡顿是常有的事。出现故障，想更换维修，没个1、2千根本下不来。此外，回归现实，谁会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做饭时，还有闲心去刷抖音、追剧？所以这些附加功能也是形同虚设，除了增加冰箱的功率，没一点实际作用。网友小66啊反馈，我就是那个大冤种，就冲着在做饭的时候能追剧，实际卡得要死，而且分辨率又低，音质更是超级垃圾。关键是听不懂话，你问东他答西，现在坏了都没勇气保修，只能偷偷调温度，打算再忍半年，找个理由换新的。3. 不买洗烘一体机，但凡有一点条件的都不建议买洗烘一体机。洗衣功能好不好暂且不说，但烘干功能绝对鸡肋。要说洗烘一体机唯一的优点就是一机两用，节省空间，但自身的缺点过于突出。首先，它的烘干容量要远远小于洗涤容量，这就代表你洗一次衣服要分至少2次烘干，耗时长耗电不说，衣物还全是褶皱。另外，这种洗烘一体式的大多数是没有绒毛过滤装置，这也导致衣物上的毛絮全部堆积在风道里边，时间长了就发霉，几个月就得拆开清洗一次。网友哆啦 A 梦的太太反馈，我只是烘了一个被罩加2个枕套，用了3个小时，竟然还全是褶子，我真的服了。原本是空间有限，被迫选的一体机，以为价格高点的会好点，事实上并不是，接近1万大洋，就这么打了水漂。4. 不买烘干晾衣架，不得不说，这几年流行的阳台电动晾衣架的确很实用，和传统晾衣架相比，不仅颜值更高，而且功能也越发丰富。比如说什么电动升降、夜间照明，甚至一些高端机型还配置了快速烘干、紫外线除菌等功能。如果家里有晾晒需求，咱就买个入门基本款的就行，那些多功能的我劝你还是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这东西功能越多，就代表故障率越高，而且功率大也耗电。2是所谓的烘干和杀菌功能也是很鸡肋，所谓的加热烘干类似吹风机吹干，效果可想而知，紫外线杀菌还不如直接晾晒效果好。网友热心市民陈先生反馈，听劝大家千万别再上当了，晾衣架的烘干和除菌功能纯粹是为了加钱而设计的，普通基础款1000块，加个功能3000来块，买到家才发现加热功率才几十瓦，煎个蛋都煎不熟，更别说烘干了，交了智商税。希望大家别再花冤枉钱了。5. 不买储水式管线机，很多人都觉得管线饮水机比传统烧水壶更方便，它可以设置水温，不管是温水、热水还是冰水都能直接喝到，特别是喜欢泡茶或者给宝宝冲奶粉的，直接按键就可以随用随取。但是这种带存水箱的管线机天生就有缺陷，就是储水箱不能清洗，复杂的管道日积月累会越用越脏，不仅会滋生细菌，还会产生异味，因此用过的人都纷纷吐槽以后不会再买了。网友心宽体盘反馈，刚开始还好，最近就出现问题了，只要是热水它就有股莫名的异味，搞得我都不敢喝水了。劝大家也不要装，喝了会拉肚子，时间长了还会臭。网友去你的人生反馈，就一个烧水壶的功能，花了好几千，真的是又浪费钱又鸡肋，还喝不到好水，大冤种别当啊。6. 不买厨房凉霸，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一台换了外壳的风扇，从地面换到顶面，打着制冷降温的营销口号，大肆收割智商税。这么和你说吧，它本身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天气热的时候它吹的也是热风，开启它之后体感会更热了，等到阴天或冬天你也根本用不上。此外，如果厨房使用燃气做饭，风吹下来火苗还是偏的，而且还会变小火。网友用户已注销反馈，这玩意真是鸡肋，还不如空调扇有用，起码人家底下还有个格子放冷冻的冰盒。凉霸是厨房装修里最没有的东西，有条件的就直接装厨房空调，没条件就忍一忍，花500、600块装个废物，实在不划算。总而言之，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家电买来都是为了提升咱们的生活质量的，不是给我们生活添堵的，一切都要满足需求，方便实用才是根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颜值或是多功能，到头来发现钱没少花，东西却不好用，给生活平添烦恼。新房装修置办一些生活中所需的家用电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家电是不是买的越贵越好？大多数不会选电器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掉进了品牌家电的坑。
其实，在我看来，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真的不用一味的去追求新型的高端家电。对于生活中的刚需家电来说，实用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认为这6种家电根本就没有必要买贵的，不是瞎说，而是过来人的经验。1. 电视机，你家电视有多久没开过机了？现在的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刚需了，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已经沦为了客厅的一种摆设，所以真心没必要买太贵的。市面上一些进口的电视机，或是高端的型号，价格基本都在上万元，画质是好，功能也多，但对于1年也看不了几次的电视的家庭来说，基本就是浪费。所以说，如果你买电视只是给家人的老人或者小孩子偶尔看一看，咱们就选个国产品牌的基础款就够了，价格在3、4千元的足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了。选购指南：尺寸，观看距离在 3.5 米的就买65寸的，4米以上的就买个75寸的，画质就选个 4K 高清的就足够了。内存，不玩游戏的话，买2+16GB 的就可以。品牌，国产品牌，认准海信和 TCL 就对了。2. 冰箱，现在市场上的冰箱品牌也多，竞争也大，为了卖高价设计的附加功能也是越来越多，什么智能大屏、远程操控、定位抑菌等等，真的是五花八门，随随便便一台智能冰箱都给你卖到了18000元。但是这些高端冰箱我们真的需要吗？冰箱的作用无非就是食物保鲜，你买再贵的高端冰箱，用到的也就是冷冻和冷藏。与其去关注那些花哨的功能，还不如多去看看冰箱的容量和制冷效果，这才是选购冰箱的重中之重，没必要去浪费钱。所以，对于刚需家庭来说，花个2、3千元买个性价比高的基础款就行了，只要注意一下它的能耗、容量以及噪音这几个点就可以了。选购指南：容量，建议直接选400升以上的，方便日常囤菜。制冷方式，直接选风冷变频的，制冷效率高，不会结霜。能耗，选1级的省电，选2级的性价比高。品牌，国产品牌，认准海尔、美的和荣升。3. 油烟机，市面上油烟机的价格，便宜的和贵的相差好几倍，很多人觉得油烟机贵的就是好，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很多大品牌的油烟机的价格之所以贵，不是产品它自身有多好，而是商家花了大价钱在营销宣传上。其实油烟机的功能性很单一，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装上了一个外壳，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部分机器的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商家给你来个挥手感应、语音控制、油污自清洁啥的，价格直接飙到了5、6千，而实际上这些附加功能都很鸡肋，根本没啥实际作用。其实油烟机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油烟，而其他的功能都是营销噱头而已，而且功能越多，故障率也就越高，所以咱们选买一个吸力强、噪音小的就可以了。选购指南：风量不低于18米每分钟的就可以，如果喜欢爆炒，直接选20立方米每分钟以上的。风压，低楼层选300帕以上的，高楼层直接选380帕以上的。噪音值越小越好，原则上不要超过65分贝。款式，追求款式和性价比的选顶吸，追求性能和体验的选侧吸。4. 指纹锁，现在给新房安装指纹锁的家庭也是越来越多，其实大家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门可以不用带钥匙了，比较方便。其实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你就算花上万元，它也不防盗，所以说根本没必要花大价钱。咱们挑一个靠谱的品牌，买个1000元多的入门款就可以了。你记住，指纹锁的功能越少，电池就越耐用，它的结构越简单，反而越不容易坏。它只要能满足指纹、密码、钥匙这些基础开锁方式就足够了。选购指南：防盗级别，认准 C 级锁芯就可以了。开锁方式，只要具备指纹、密码和钥匙这3种解锁方式就可以。指纹识别，咱就选半导体识别的，原理就和手机指纹解锁一样，方便还安全。品牌，追求稳定性的，认准德诗曼和凯迪仕；追求智能体验的，就选小米和华为。5. 净水器，净水器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其实绝大多数市政用水都是合格的，你烧开了喝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水的口感更好，比方说水质的水够大不好喝，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安装净水器了。但是除了反渗透净水器，其他的其实也没太大的作用，因为只有反渗透净水器才能达到直饮的标准。不客气地说，目前高端的反渗透净水器就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这东西说白了，几个滤芯加上一个水泵，再套上一个外壳，没什么高科技可言。它的核心就是一个2O 反渗透膜。市面上那些动辄卖7、8千的机器，
要说和1、2千元的，除了商标和外壳不一样，过滤出来的水质没啥区别，所以真的没必要花大价钱去交智商税。选购指南就是反渗透机器不要太贵，2000以内的就很不错了。滤芯要选好的 RO 膜认准大品牌。其次，问清楚整套滤芯更换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大品牌的商家都是靠更换滤芯挣钱的，一定要选通用滤芯，不依赖任何商家，换一次也就200-300元。6. 洗衣机，在滚筒洗衣机没面世之前，家家户户都用波轮洗衣机，几百块的机器，照样能把衣服洗干净。现在开始流行滚筒洗衣机，比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更加高大上，而且功能上越发丰富了，什么空气洗、杀菌除螨、带烘干功能等等。但实际上，多一项附加功能，商家就多了一个加钱的理由。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正用到的还是只有洗衣功能。所以说，不管你是2000元还是上万元的洗衣机，咱们只要看它是否能把衣服洗干净，这一点就足够了。虽然说高端洗衣机在洗衣和护衣性能上更好，对衣服的磨损会比较小，但是你舍得把昂贵的衣服丢到洗衣机里洗吗？大多数人不还是会送到洗衣店吗？所以说，家用洗衣机真没必要买太贵的，预算范围内选个噪音小、能耗低、洁净力强的国产品牌就可以了。选购指南：容量建议直接选个10公斤以上的，洗个大件的被套也很轻松。款式追求洗衣效率的买波轮，追求功能体验的买滚筒。噪音原则上，洗涤噪音值不超过62分贝，脱水噪音值不要高于72分贝。品牌国产品牌，认准小天鹅、海尔和美的就可以了。结语：总体来说，对于刚需家庭来说，买家电建议还是首选单一功能的，需求直奔主题，太花俏的功能尽量不要，这样才更实用。记住一点，功能越多越容易坏，而且价格也贵，很多附加功能其实根本用不上。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1. 净水器。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汤圆很圆，当初功课没做足，只装了前置过滤器，没装净水器。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还得买矿泉水，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太费事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小妖歪，我家是新小区，又是高层2次供水，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但说实话，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还会造成2次污染。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不仅浪费，还比较麻烦。后悔装了净水器，不如喝桶装水方便。小东建议，说实话，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水垢较多，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可以改善水的口感。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2.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解放双手的神器，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同时还能消毒、杀菌、存储碗筷，完全取代消毒柜。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我家当时水电结束，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老公安慰我说他洗，后来啪啪打脸。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越发的后悔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空空的203师，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而且别管几个碗，也要听它哗啦洗1-2个小时，耗时又耗电。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什么光亮剂、软水盐、洗碗粉，一个也不能少，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8次，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如果人口少，平时也不咋做饭，就没必要装。要是天天在家做饭，碗筷还多的家庭，就非常建议装。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的饭后家务，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洗得干净卫生，烘干后还热乎乎的，简直不要太划算。
3、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舒适感强，隐藏式安装，装修颜值也高，更节省空间，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向生活比个耶，我家房子本来就小，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占地不说，还很不方便，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后悔没装中央空调，这种贵机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是静静呀，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6匹1拖6，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1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功能又少，维修还麻烦。小东建议，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室内温控能力也强，舒适感是贵挂机不可比拟的。但中央空调压层高，维修难，耗电高，噪音大，也是实打实的缺点。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户型小、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性价比更高。4、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了这个功能，热水是即开即热，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最爱这小曲，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没装零冷水的。厨房水管离得近，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但卫生间离得远，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等待时间长不说，还浪费水，有些后悔了。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耗材大，成本高，是跑不掉的。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所以即使你不用，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真的很糟心。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电费的成本增加，装了不敢用，也真是心塞又无奈。小东建议，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如果你家面积大，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不装零冷水省钱。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有人把它们当成宝，用过直呼真香，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别白白花了冤枉钱，交了智商税。